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是一幢诡异的办公大楼。马瑞身处高楼大厦之下，仰望着楼顶上一圈又一圈的钢架，仿佛一条过山车般环绕其上。阳光直射在钢架上，刺眼的光芒令人不寒而栗。马瑞不禁流下了冷汗，心中暗自惊叹：这难道是一座办公楼吗？简直就像一座云霄飞车。他为何要来这座鬼气森森的大厦采访呢？据说老板们一个接一个失踪，其他报社的记者也都对这里避之不及。但是马瑞的老板却要求他前来，说这里一定有新闻。这个老大简直神经病，马瑞在心里埋怨着。然而，当他进入大厦后，他才意识到这里的阴森和恐怖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。大白天的阳光高高照耀，但是大厦内却阴沉沉的，仿佛上辈子这里就是乱葬岗一般。大厦内十分冷清，马瑞走了半天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。大厦的大理石地板砖洁净如镜，连他小腿上的黑痣都清晰可见。头顶四周的灯光犹如萤火虫，透过地板砖反射的整个大厦更加阴森。马瑞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生怕身后会突然出现一个鬼脸，让他吓个半死。终于，他来到了电梯门口，按下了前往18楼的按钮。今天他的任务就是采访18楼的张总。听说他掌握了其他失踪股东的情况，南方报社当然要第一个报道，毕竟马瑞的老板人脉还是非常广的。他正得意着，电梯门开了。然而，电梯四周却被木板封住，这难道是一部载货电梯？马瑞皱起眉头，难道他们担心人会把电梯啃碎吗？他生气地踏进电梯，但是电梯门很快就关上了。电梯突然升起，速度飞快，让马瑞的心脏都快跳出了胸膛。他还没来得及按下18楼的按钮，电梯就在5楼停了下来。他看到电梯门已经敞开，但门口却一个人也没有。马瑞有些惊奇，他等了好半天，还是没有人出现。于是，他按下了上行按钮，但当他试图关闭电梯门时，门却始终不肯闭合。他不断按下关门按钮，然而门还是固执的不肯关上。这时，他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电梯门上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。马瑞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好奇心，他想走出电梯一探究竟。但就在他刚要跨出电梯的那一刹那，一个男子突然出现在电梯门前，让他吓得啊了一声，赶紧缩回了电梯。这个男子背对着马瑞，按下了18楼的按钮，看来他也是要前往18楼。马瑞暗自打量着这个男子，心中不免有些不悦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，居然不说一声抱歉。电梯门终于缓缓地关闭了，开始向上运行。马瑞心中暗自嘀咕，这个男子身为一名绅士，怎么可以如此不礼貌呢？他皱了皱眉头，瞪了一眼前方的男子，准备就此罢休。但突然，他看到男子的眼神在电梯门上倒映出来，冷冷地盯着他，让他浑身一颤，感觉血液都冻结了。电梯到了7楼，门自动打开，但马瑞看到门外依然没有人。他看到男子向左边挪了挪身子，好像是给什么人留位置一样。然而，门外依然没有人进来。电梯门再次关闭，继续上行。马瑞的心中充满了惊恐，他不禁偷偷地瞟了一眼电梯门上倒映出来的男子，只见他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完全没有血色，这让马瑞不由得一个趔趄，撞到了电梯后面的木板上，木板掉了下来。他下意识地转头看向电梯镜子，却只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没有男子的踪影。此时，马瑞感到腿开始发抖，手指头抽筋，眼睛里充满了血丝。他再次听到电梯叮的一声响起，电梯门打开了。他猛地转过身，一个飞奔冲出电梯，朝着楼道狂奔。背后再一次电梯门关闭了，马瑞却依然不敢停下来，一直向前狂奔，直到气喘吁吁喘着粗气才停了下来。马瑞停下来，抬起头，却惊讶地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楼道，黑暗笼罩着这里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几楼。这里的情景与晚上没有什么区别，
让他感到十分不安。他试图冷静下来，环顾四周，但除了黑暗外，什么都看不清。这里甚至没有楼号。他不知道自己是该继续向前走，还是掉头回去。他感到心中很烦乱，他甚至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个男人，他摇了摇头，不敢想，肯定是自己看错了。他试图稳定自己的情绪，但他无法确定自己身处何处，这让他感到更加不安。马瑞挎着包，慢慢在楼道里踱着步，前面不远处透着一丝光亮，终于见到了光，这让他感到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。他放快了脚步，朝着前方的光亮狂奔，但不知怎么回事，那光亮越来越远，仿佛在与他玩弄，这让他感到十分沮丧。突然间，光亮消失了，楼道里瞬间变得更加黑暗。虽然还能看到一些东西，但这让他感到仿佛置身于夜晚的楼道，这让他感到害怕。楼道两侧门紧闭着，让他感到仿佛置身于宾馆中。地面黑黢黢的，反射着湿漉漉的暗光，这让他的心跳加速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来到了哪里。就在马瑞手足无措之际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姑娘，你找谁啊？”这声音冷峻而阴森，让他感到仿佛从水底冒出来一样，让他的背脊直起了。他不敢回头，只能站在原地，额头上冒出了冷汗。是那个男人吗？他不敢想，只能感到心中一片混乱。姑娘，你找谁啊？那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诡异，仿佛一把刺破了钢管的利刃，从钢管的漏洞里挤出来一样，令人感到窒息。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细，似乎是从男人的声音变成了女人的声音。突然，一只冰凉的手扣住了马瑞的肩膀。姑娘，你找谁啊？一个孩子的声音刺进了马瑞的耳朵。马瑞发出了一声尖叫，他拖着长长的颤抖的声音，狂奔在湿冷的楼道里。他的声音回荡在楼道里，从尖锐到粗犷，再从粗犷到空灵，伴随着不知名的狂笑，在他身后如影随形。马瑞吓得腿打颤，一个晕眩，栽倒在地。当马瑞慢慢地睁开眼睛，他才发现自己躺在大厦的天台上，阳光透过钢架的缝隙，将一片漆黑的天台照得明亮起来。然而，这个天台并不平静，就像过山车一样的钢架，锈迹斑斑，滴着红色的水。显然，刚下过一场大雨。马瑞浑身湿漉漉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胳膊上的长长口子还在流血。他一只鞋子不见了，包也没了。他的头痛欲裂，全身酸痛。马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试着坐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腿好像被钉在了水泥地上。他盯着天台上的钢架，眼睛模糊不清，仿佛被太阳晒得发痛。钢架开始扭曲，慢慢地融化了，滴答滴答地流下来，像火山岩浆一样浓稠。这时，马瑞感觉到浓稠的铁水正慢慢地向他靠近。他想要爬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腿无法动弹。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刺破了寂静的天空，但似乎并没有任何人听到。他的衣服被烟雾烧着，皮肤灼烧着，他开始冒汗，他的脸色变得铁青，嘴巴大张，但他已经发不出声音，他已经意志消沉，等待着自己被化成灰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，地上流淌着的铁水像被无数个吸铁石吸引一样，汇聚成了一个个铁球。这些铁球逐渐形成了一个人的模样，从脖子、肩膀到胳膊、身体，再到腿和脚。这个人正是那个在电梯里没有脸的男子。他用那双冷酷无情的眼睛看着蜷缩在地上的马瑞。铁团成千上万地散落在地，不断凝结成人，男女老少，个个面容如死灰，空洞的眼神，伸着手臂，如同僵尸一般向着女记者马瑞缓缓挪动。马瑞的瞳孔猛地一缩，头发根竖，眼球几乎要爆裂出眼眶，面部因惊恐而扭曲，但他却怎么也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人慢慢靠近自己。突然，马瑞晕了过去，
耳边回荡着医护人员忙碌着抢救的声音。等马瑞再次睁开眼睛时，他发现自己身处医院病床之上，眼前苍白一片，报纸上曾报道的失踪老总们一个个向他招手，冷笑着，令他浑身颤抖。而床边聚集着马瑞的父母、同事、老板等人，以及一个陌生但英俊的男子。他的脸庞投射着温和的笑意，让人感到一丝安心。而这个男子，马瑞竟然在电梯里见过，只是现在他的眼神不再冷漠无情，而是充满了温情。眼珠子几乎瞪出眼眶的马瑞一把揪住老大的胳膊，大声呼喊着：“大厦有鬼！大厦有鬼！”他的声音几乎震撼了整个病房。突然，所有人都望向他，露出阴森的怪笑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